欢迎主力。一个深深拥抱，这是何志伟独特的打招呼方式。即便是第一次见到桃园大溪文化观光产业发展协会理事长，热情的拥抱不是作秀，而是他把大家当成一家人、朋友的方式。在地议员陈志文也被温暖，在熟悉的凤飞飞歌曲旋律下，何志伟跟民众打成一片，完全不见他在总统府工作的严肃。走吧，我们来大塞车，体验什么叫全台湾最长的停车场。我跟你讲，我有一次他帮大老板总统跑一个证婚，这个保温杯跟了我大概8年了吧？你看那个水垢有没有？我原本想要牺牲它了，我就很想上厕所然后每一个呼吸都是膀胱传出来的疼痛，这样子。Too detail 了，我没有想要知道这么多 detail 的部分。会呼吸的痛，终身难忘。那天我们和何志伟一起搭车从总统府回桃园，他有感而发。后来我忍住了。人家的婚礼是我记得是6点半开始，我补起来7点半才搞。请说。是，而且我们观音因为诊所只有5家，所以真的就是看病还是很不方便，老年人根本没有办法去坐那个接驳车，1个小时一班，而且从化区根本没有。这一瞬间你很难不感受到他肩上的重担又多了一点。真正好的执政者应该是主动去找到问题，而不是让大家已经不耐烦到一个地步，连讲都不跟你讲。我毕生的这个代表作就是 T-Pass 月票是我8年前踢的。我们真的就需要像这样子有活力，然后年轻，然后愿意走上基层，然后跟基层来去做互动，这样子一个年轻人来带领我们这样子年轻的城市一起向上起飞。我记得我在当议员到立委的期间，我把全台湾的学校全部完成耐震补强，我们一起努力完成了。谢谢呀，谢谢地方中央一起合作。对，他的这个骨质疏松全部好了。那我今天重新再看，当时候一并做，连同学步道全部做起来，心里面还蛮感动的耶。虽然不是桃园本地人，但却一直很关心这个地方的发展。但是他就静静的把历史写在那里，等你来一起探索它的未来。桃园的未来怎么走？何志伟早有蓝图，但2026市长这局眼前要过的第一关是党内初选。我妈说我超 Q。开直播吃美食，王一川积极曝光，法务部次长黄世杰也是地方热门人选，对手来势汹汹，该怎么突围？当代的政治人物应该要具备一个能力，叫做远见。教招变成培养皿病毒培养皿，然后教招叫一叫，人家生病就把人家踢掉，直接丢包。委员不要这样讲啊！抱歉，这个状况部长还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啊？你拍桌子，我为什么不能拍桌子？不是，哪怕自己是执政党的立委，站上质询台，该问的、该质疑的、该争取的都不会放过，即使是全英文随堂考。And the longest time, the longest friend of Taiwan, Senator Cory Gardner, strongly demand that MOFA invite him to Taiwan again. But we will extend the invitation to him on behalf of you. 他从台北过来，我觉得刚好，这正是我们桃园所需要的。让我非常惊讶的是，他有很多的专业知识，是我们以往在很多政治人物里面看不到的。很优秀哦。安怎讲？不过你点点会看无。不要紧啊，重要的代志，但不过是就多人拢看无。或许外界没人想得通，何志伟为什么想选桃园？我20岁就已经在桃园的大街小巷拿着麦克风，拿着旗子向前冲。那对我来讲，桃园是我最熟悉，也是我最喜欢的地方。那你说累不累吗？只要有爱，只要有心，都不会累。这时的何志伟少了孩子气，眼神多了份坚定与沉稳。蔡总统报告过你跑桃园的心得吗？他们关心你现在的状况。你哪一家的？准备了麻鸡。你要跟谁学的吗？笑而不答，但语气很有自信。何志伟比谁都更清楚选择这条路的初衷。今日新闻陈玉莲、陈佩君、朱永强桃园报道。